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新，今天来教大家制作一款国风系列清苑开山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开山由身体、胸片、袖子、领子和门襟组成。先钩织身体，然后分别钩织对应胸片，并制作和安装袖子。完成后，单独制作并缝合领子，最后制作门襟。首先来制作身体，分为拼花区、身体1区、2区和3区这4个部分钩织。先来制作拼花区，来看成品。单独钩织对应数量花片 A 和花片 B， 然后缝合连接。花片 A、B 的钩织方法相同，只是配色不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绕圈钩织，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最终形成正方形。用到的针法较多，图解上都有展示，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首先来起针，为了方便大家观看，这里我用棉线做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左手挂线，右手持针，先打一个结。这个结不算一针，稍微拉紧。接着钩6针锁针，完成后将锁针圈起来，正面对着自己，注意锁针不要扭起来。钩针挑起第一个锁针上方的半针，钩引拔针，引拔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这样起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1圈，立3针锁针起立，算作一个长针，再钩2针锁针过渡，调锁针动眼，钩1针长针，边钩边收一下起针的线头，再钩2针锁针过渡，继续钩1针长针和2针锁针。这一圈需要钩8针长针，每个长针之间钩2个锁针连接，算上起立针，现在已经钩完了3个长针。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将剩余部分钩完。全部完成后，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辫子，上方这样一根线引拔连接，拉紧，再钩1针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拉紧，第1圈就完成了。起针的线头已经收了1圈，剪断多余部分。将这一圈的正面作为织片的正面，后面花片钩织过程中，正面始终朝着自己。接着钩第2圈，取出对应配色线，注意这里实际用断染线钩织，
断染线有多种颜色的分段，钩织起始位置的颜色不同，成品的效果也不相同。大家可以参考成品或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断染线相应颜色部位开始钩织。为了方便大家观看，这里我继续用纯色的棉线做演示，将线打一个活结，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挑线头左侧的锁针洞眼接线，钩针穿入这个锁针洞眼，将活结钩出，调整一下线圈大小，接线完成。立一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一针短针，边钩边收一下所有的线头，接着挑同一个锁针位置钩一针中长针，和3针长针，再钩一针中长针和一针短针，将这几针看作一个花瓣。我再演示一个花瓣，挑左侧相邻锁针洞眼，钩一针短针，一针中长针，和3针长针，再钩一针中长针和一针短针，又一个花瓣完成。往下重复钩织这样的花瓣，钩完这一圈。全部完成后，挑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2圈就钩好了。往下钩第3圈，立一针锁针起立，挑下方第1圈的起立针，钩一个短针的反拉针，钩针从后往前穿入这个起立针右侧，左侧穿出，绕线挑出，钩完这个短针，这个短针的反拉针就钩好了。接着钩4针锁针过渡，挑第1圈左侧相邻长针，钩一个短针的反拉针，从后往前穿入这一针右侧，左侧穿出，绕线挑出，钩完这个短针，再钩4针锁针过渡。这一圈的钩织规律就是，在第1圈的长针上钩短针的反拉针，每个反拉针之间钩4针锁针连接，往下按照这个规律钩完这一圈。
钩完最后4个锁针，挑第1个短针反拉针的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3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4圈，立针锁针起立，调左侧相邻锁针动眼，钩1针短针，1针中长针和5针长针。完成后，再钩1针中长针和1针短针，将这几针看作一个花瓣。我再演示一个花瓣，调左侧相邻锁针动眼，钩1针短针，1针中长针和5针长针。再钩1针中长针和1针短针，又一个花瓣完成。往下重复钩织这样的花瓣，钩完这一圈。全部完成后，挑第1个短针的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4圈就钩好了。接着钩第5圈，立针锁针起立，挑第3圈，对应短针反拉针，钩一个短针反拉针。再钩5针锁针过渡，挑第3圈左侧相邻短针反拉针，钩一个短针的反拉针，再钩5针锁针过渡。这一圈的钩织规律就是挑第3圈的短针反拉针，对应钩短针的反拉针，每个反拉针之间钩5针锁针过渡。往下按照这个规律钩完这一圈。全部完成后，挑第1个反拉针的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5圈就完成了。第6圈的钩织方法与第4圈类似，挑上一圈的锁针动眼钩织对应花瓣，只是花瓣的针数不同，大家对照图解钩织。全部完成后，正常断线，自行藏好线头。接下来钩第7圈，
取出对应配色线，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挑最后一圈的第一个花瓣，中间这个长针针目接好线，立一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一针短针，再钩5个锁针过渡，挑左侧相邻花瓣，中间这个针目钩一个3卷长针3针的枣形针，往后简称为3卷枣形针，钩针绕线3圈，穿入中间针目，绕线挑出。现在钩针上有5个线圈，依次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重复3次。这是一个3卷长针的未完成针，继续挑这个针目，钩2个3卷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这个3卷枣形针就钩好了。接着钩3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个针目，再钩一个3卷枣形针，重复2次。完成后，继续钩5针锁针，挑左侧相邻花瓣，中间针目，钩1针短针，再钩5针锁针过渡，挑左侧相邻花瓣，中间针目，钩3个3卷枣形针，每个枣形针之间钩3针锁针连接。来看一下，将这3个枣形针和2组锁针看作一个角，这2组锁针和一个短针看作一个边。这一圈的钩织规律就是重复钩织这样的角和边，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钩完这一圈。钩完最后5针锁针，
挑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拉紧，正常断线。第7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8圈，取出对应配色线，挑上一圈，第一个短针的针目接好线，立3针锁针起立，挑左侧相邻锁针动眼，钩1针长针和1针锁针，继续挑同一个锁针动眼，钩3针长针，和1针锁针，然后挑左侧相邻锁针动眼，钩3针长针，和1针锁针，接着挑左侧枣形针的针目，钩3针长针，3针锁针和3针长针。完成后，再钩1针锁针过渡，挑左侧相邻锁针动眼，钩3针长针，和1针锁针，继续挑左侧相邻动眼，钩3针长针，1针锁针和1针长针，然后挑短针针目，钩1针长针，接着挑左侧相邻动眼，钩1针长针，1针锁针和3针长针，再钩1针锁针过渡，挑左侧相邻动眼，钩3针长针，和1针锁针，再挑这个枣形针的针目，钩3针长针，3针锁针和3针长针。来看一下这一圈的钩织规律，就是在角的位置挑枣形针的针目，钩3针长针、3针锁针和3针长针；在边的位置挑锁针动眼和中间的短针针目，钩长针，每3个长针之间钩1针锁针连接。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钩完剩余的边和角。钩完最后这个长针，挑起立针，引拔连接，拉紧，正常断线。自行藏好线头，第8圈就完成了。
到这里，这个花片就完成了。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钩织对应数量花片 A 和花片 B 备用。所有花片完成后，接下来进行连接，用卷针缝合的方法连接花片的两条边。注意相邻花片的配色不同，请看演示。用对应配色线穿好缝针，接着取出一个花片 A 和花片 B， 缝合是在正面进行的，将两个织片反面相对，任意两条边重合对齐，接着找到右侧拐角的这3个锁针辫子中间这一针，缝针穿过这个锁针辫子的后半针，也就是这样的一根线，并同时穿过后面这个花片对应位置，将线拉出。这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开头可以再缝一次，然后缝针继续同时调左侧相邻锁针的后半针，也就是2个花片靠近的2根线，将线拉出。接下来大家继续调左侧针目靠近的2根线，一一对应缝合，边缝边将线头缝到里面。如果大家钩织时有漏针或多针，导致两边针数不完全相同，缝制时需要适当调整，保证两条边大致均匀的缝在一起即可。线头可以边缝边压在里面，缝完这条边，到了转角对应位置，同样调角的位置中间这个锁针辫子靠近的2根线，缝2下固定。打死结，在织片反面藏好线头，这2个花片就缝好了。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将对应数量花片全部连接起来。到这里，拼花区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钩织身体一区，在拼花区一侧接线，来回往返钩织。钩织过程中注意换线，请看演示。先来接线，钩第1行，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长边朝上，花片 B 在右侧，取出对应配色线，打一个活结，钩针穿入最右侧花片右上方角的洞眼，将活结钩出，调整一下线圈大小，立3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2针长针，
接着钩一针锁针过渡，跳过3针长针，调左侧锁针动眼，钩3针长针。一针锁针过渡，往下在每个锁针动眼钩3针长针和1针锁针，钩完这个花片的这条边。在花片的连接位置，在这2个花片角的锁针动眼各钩3针长针，中间钩1针锁针连接。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钩完这条边。完成后正常断线。自行在织片反面藏好线头，第1行就完成了。接下来钩第2行，将织片的反面朝着自己，挑上一行最后一个针目接好线。立3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1针长针，一针锁针过渡，调左侧锁针动眼钩3针长针，和1针锁针，往下挑上一行的锁针动眼钩3针长针和1针锁针，钩完这条边。最后调起立针钩2针长针，然后正常断线。自行藏好线头，第2行就完成了。继续钩第3行，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挑上一行最后这个针目接好线。立3针锁针起立，间隔2针，调左侧第3针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钩针绕线，穿入针目，绕线钩出，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穿出。现在钩针上还剩2个线圈，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继续挑这个针目，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最后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这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就钩好了。接着钩4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位置钩1针短针，继续钩4针锁针，再挑这个位置
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将这2个枣形针、2组锁针和短针看作一组花样。我再演示一组花样，先间隔5针，调左侧这个针目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再钩4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个针目钩1针短针，再钩4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位置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又一组花样完成，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钩完这条边。钩完最后这一组花样，挑最后这个针目钩1针长针，第3行就完成了。往下钩第4行，先钩4针锁针，翻转织片，挑下方针目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接着挑左侧这2个枣形针之间的洞眼钩一组花样。往下按照这个方法，挑上一行枣形针之间的洞眼钩织花样，钩完这一行。钩完最后这个花样，挑起立针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这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就完成了。第4行就钩好了，接着钩第5行，立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挑枣形针之间的洞眼钩1针短针，接着钩8个锁针，挑倒数第5个锁针，上方这样一根线钩1针长针，接着钩4针锁针过渡，再挑同一个锁针位置钩1针引拔针，将这2组锁针、一个长针和一个引拔针看作一个花瓣。我再演示一个花瓣，先钩4针锁针，
挑同一个锁针位置钩一针长针，再钩4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个锁针位置引拔连接，又一个花瓣完成。继续在这个锁针位置钩一个花瓣，完成后钩3针锁针过渡，挑左侧这2个枣形针之间的洞眼钩一针短针，一组花样就完成了。我再演示一组花样，先钩8个锁针，然后绕线挑倒数第5个锁针，上方这样一根线钩一针长针，4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第一个花瓣就钩好了。继续挑这个锁针位置钩2个花瓣，完成后再钩3针锁针过渡，挑左侧枣形针之间的洞眼钩一针短针，又一组花样完成。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钩完这一行。钩完最后这个花样，正常断线，自行藏好线头，身体1区就完成了。接下来钩身体2区，在拼花区的另一侧长边来回往返钩织。前4行的钩织方法与身体1区类似，只是第4行首尾稍有不同。第5行不需要钩织花瓣，短针之间钩锁针连接即可。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对照图解将它们钩完。2区完成后，接着钩身体3区。来看成品，用对应配色线沿着2区最后一行来回往返钩织对应花样。请看演示。首先来钩第1行，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挑身体2区最后一行的起立针接好线，立3针锁针起立，间隔2针，挑左侧短针的针目钩2个长针，一个锁针和2个长针，接着间隔2针，挑左侧第3个锁针上方半针，钩1针长针，2针锁针过渡，间隔3针，挑左侧这个锁针上方半针，钩1针长针，
两针锁针过渡，间隔两针，调左侧短针针目，钩一针长针，然后钩一个横向的枣形针，先钩3针锁针，然后挑锁针下方这个长针针目，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这个横向的枣形针就钩好了，然后再间隔3针，调左侧第4个锁针上方半针，钩一针长针，继续钩一个横向的枣形针，先钩3针锁针过渡，挑这个针目，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又一个横向的枣形针完成。继续间隔2针，调左侧第2个锁针上方半针，钩一针长针，2针锁针过渡，然后间隔3针，调短针左侧第1个锁针上半针，钩一针长针，2针锁针，再间隔2针，调左侧第3个锁针上半针，钩一针长针，将这几针看作一组花样，往下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钩完这一行。钩完最后一组花样，调左侧短针针目，钩2针长针，1针锁针和2针长针，再间隔2针，挑上一行最后这个针目，钩一针长针，第1行就钩好了。继续钩第2行，立3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调左侧锁针动眼，钩2针长针，1针锁针和2针长针，然后间隔2个针目，调左侧第3个针目，钩一针长针，2针锁针过渡，钩一个长针与枣形针的并针。这个并针有2种不同的情况，这里先钩枣形针在左侧的情况，先调左侧长针针目，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挑下一个针目，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再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这个长针和枣形针的并针就完成了。继续钩2针锁针过渡，挑下方同一个针目，钩一针长针，2针锁针过渡，
跳过下方枣形针，调左侧长针的针目，钩一针长针，重复2次。完成后，再钩2针锁针过渡，然后钩一个长针与枣形针的并针，这个并针的枣形针在右侧，先挑下方同一个针目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挑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接着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这个长针与枣形针的并针就完成了。继续钩2针锁针，在下一个长针上钩1根长针，一组花样完成。往下对照图解，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钩完这一行。第2行就钩好了，往下钩第3行，先钩3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调左侧锁针动眼，钩2针长针，一针锁针和2针长针，完成后间隔2个针目，钩1针长针，2针锁针过渡，调左侧第2个锁针辫子上方半针，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先挑这个半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这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就完成了。接着钩2针锁针过渡，然后钩一个长针与枣形针的并针，先间隔3针，调左侧这个长针的针目，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继续间隔2个锁针，调左侧这个长针针目，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一次穿过所有线圈，这个长针和枣形针的并针就完成了。接着钩2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个针目钩1针长针，再钩2针锁针过渡，挑下一个长针针目钩1针长针，2针锁针过渡，调左侧第2个锁针上方半针，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2针锁针过渡，挑下一个长针钩1针长针，一组花样就钩好了。往下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钩完这一行。
第3行就钩好了。接着钩第4行，立3针锁针起立，反转织片，先钩2针长针，一针锁针和2针长针。完成后，继续钩1针长针，2针锁针过渡，调左侧第2个锁针的上半针，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接着钩一个横向的枣形针，然后挑下一个长针针目，钩1针长针，再钩一个横向的枣形针，接着钩一个长针与枣形针的并针，先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调左侧第2个锁针上半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完成这一针。继续钩2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个锁针位置钩1针长针，2针锁针过渡，调左侧第2个锁针的上半针，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2针锁针过渡，调左侧长针针目钩1针长针，一组花样完成。往下重复钩织这样一组花样，钩完这一行。第4行完成。接下来身体剩余部分就是对照图解，来回往返钩织对应花样，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大家自行将它们钩完。到这里，身体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钩织胸片，分为右前片、后片和左前片这3个区域。先钩织右前片，然后在对应位置分别接线，钩织后片和左前片。先来学习右前片的钩织方法，在对应位置来回往返钩织对应花样。钩织过程中，在袖拢位置需要减针，形成斜面。门襟一侧先不加不减钩织对应行数，然后减针，形成领部的弧度。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减针，请看针法演示。长针减针，钩针绕线，穿入左侧针目，绕线，将线钩出，接着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接着钩第2个，钩针绕线，穿入相邻针目，
绕线，将线勾出，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这是第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一针长针减针完成。这就是长针减针的钩织方法。领部减针过程中还会用到渡线的方法，调整钩织的起始位置。这里用小样演示一下渡线的方法，大家先观看视频学习方法，然后对照图解钩织。下面演示用渡线的方法调整第1针位置。对应的行数钩完后，下面需要通过渡线调整第1针位置。先拉大线圈，然后将线团或织片从线圈中穿出，稍微拉紧线头，这里相当于打了一个结。翻转织片，线头放在右侧，钩针穿入左侧对应位置。左手挂线，绕线，将线勾出。注意，这里的渡线不要拉得太紧或太松，保持织片与线头的平整。这就是渡线的方法。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钩完右前片。接下来钩织后片，在对应位置接线，来回往返钩织。钩织过程中需要在两侧减针，形成腋下的斜面。最后钩织左前片，与右前片形状对称，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对照图解钩织即可。到这里，胸片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钩织袖子，左右2个袖子钩织方法相同，分为袖身和袖衫2个部分，其中袖身与身体类似，由拼花区、1区、2区和3区这4个区域组成，只是拼花区的花片首尾缝合，形成环状，然后其余3个区域都来回往返绕圈钩织。袖衫来回往返钩织，钩织过程中在两侧减针，形成斜面。全部完成后，与胸片对应位置钩短针和锁针连接。请看演示。袖子花片 A 和 B 的钩织和连接方法与身体拼花区类似，只是最后花片首尾需要按照相同的方法缝合，形成环状。我小样已经缝好了。接下来钩袖身1区的第1圈，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在任意一个花片 A 右上角的锁针洞眼接好线。立3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2针长针，1针锁针过渡，挑左侧相邻锁针洞眼钩3针长针，往下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
钩完最后3针长针，再钩1针锁针，调起立针，引拔连接，拉紧，正常断线。自行藏好线头，第1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2圈，将织片的反面朝着自己，取出对应配色线，挑上1圈，结束位置右侧，锁针动眼，接好线。立3针锁针起立，对照图解钩织对应针法。钩完这1圈，完成后引拔连接，拉紧，正常断线。自行藏好所有线头，第2圈完成。继续钩第3圈，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挑上1圈，第2个长针针目接好线。立3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1针长针，4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位置钩1针短针，4针锁针，和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往下对照图解钩织对应花样，钩完这1圈。完成后，挑这个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3圈就钩好了。接着立3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挑下方动眼钩1针长针，4针锁针过渡，挑同一位置钩1针短针，4针锁针，和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往下对照图解钩织对应花样，钩完这1圈。完成后，挑第1个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4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5圈，立1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挑下方动眼钩1针短针，往下对照图解钩织对应花样，钩完这1圈。
完成后，挑第一个短针针目，拧拔连接，拉紧，正常断线，自行藏好线头。第5圈完成，袖身1区就钩好了。往下，袖身2区和3区对照图解绕圈钩织对应花样。注意，按照箭头方向，每一圈都翻转织片，在对应一面进行钩织。全部完成后，渡线到对应位置，来回往返钩织袖衫。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将它们钩完。袖子钩织完成后，需要沿着袖衫边缘与胸片袖拢位置连接，需要用到钩织短针和锁针连接的方法，请看演示。下面演示用短针和锁针的方法连接2个织片，将2个织片正面相对，反面朝外，重叠放好。钩针穿入2个拐角位置的起针处，接线，立1针锁针起立，在同一位置钩1针短针，然后钩锁针过渡，锁针的数量参考图纸，这里钩3个锁针，接着穿入左侧位置，注意同时穿入前后2个织片，钩1针短针，再钩锁针过渡，然后同时穿入2个织片，钩短针，继续钩锁针和短针，注意前后2个织片对齐，不要错位。短针的入针位置不固定，只要钩织过程中保持织片平整即可。继续将这条边连完。完成后断线。这样，这条边就连接完成了。这是正面看到的效果。往下，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将袖子与胸片对应位置，在反面钩短针和锁针连接。到这里，袖子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钩织领子，来看成品。先单独钩织对应数量花片 C 和花片 D， 缝合连接形成拼花区。花片的钩织方法与花片 AB 类似，只是圈数较少。最后一圈上下2个边的锁针数量不同，形成这样的梯形。完成后，在拼花区两侧来回往返钩织1区和2区。完成后，用卷针缝合的方法，将领子缝合到胸片顶部对应位置。用到的新针法为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请看针法演示。下面来演示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在短针上钩织时的钩织方法。钩完对应短针后，钩3针锁针，
然后钩针穿入短针针目前半针和下方左侧的一根线，钩针绕线，将线从3个线圈中勾出，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完成。到这里，领子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制作门襟，来看成品。沿着门襟位置挑对应位置2根线，对照图解来回往返钩织短针。其中右门襟对应位置需要钩织扣眼，请看演示。下面演示用锁针和短针钩织扣眼的方法。在需要钩织扣眼的位置钩锁针，锁针数量根据纽扣的尺寸确定，这里钩3个锁针，然后跳过与锁针数量相同的针目，在左侧继续钩短针。钩到下一行的锁针位置时，挑每一个锁针的半针和里山这2根线钩短针。继续钩短针，扣眼就钩好了。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钩织。全部完成后，在左门襟正面扣眼对应位置缝合扣子，这样门襟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到这里，这款开衫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